朋友们，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？从小到大听了那么多正确的道理，可回过头来，生活好像还是过得一团糟。就像电影《后会无期》里说的，听了那么多道理，依然过不好这一生。细想想，这话还真有点意思。即使我们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那些所谓的通用大道理，不见得真的适合所有人。反倒是生活里那些看似有点歪的话，一开始听着让你觉得好笑，甚至有点不舒服，但仔细一品，嘿嘿，里面藏着的全是实实在在的人生智慧。这些话往往是把现实真相给反过来说了。那些经历过风雨的人一听，都会在心里默默点头。咱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些歪理，也许他们能帮你打开新世界的大门，让你少走点弯路。一，只要你不尴尬，那尴尬的就是别人。这话听着有点体，但太对了。人生在世，眼皮真的要厚一点。你想想，如果你的目标够明确，做事够坚定，哪怕别人觉得你异类，甚至尴尬，只要你自己问心无愧，不觉得别扭，那他们的眼光就根本影响不了你。等到你真做出点成绩，那些曾经嘲笑你的人脸上的表情可就好看了。所以，别怕别人的看法，只管向前冲。二，别不好意思拒绝，那些好意思为难你的人都不是什么好人。我们常常因为不好意思而委屈自己，去帮那些本不该帮的忙。但请记住，那些能明目张胆的为难你的人，根本没把你当回事。该拒绝的时候就得果断，你的善良很宝贵，别浪费在不值得的人身上。三，铁杵能磨成针，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。这可不是在开玩笑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适合做什么事，能做什么选择，心里一定要有数。方向错了，你再努力也是白费力气。乌龟在陆地上可能跑不过兔子，但在水里，兔子就得靠边站了。所以看清自己，选对跑道，比埋头苦干更重要。四，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这话俗，但真的不能再真了。这世上90%的事得靠钱来解决，剩下的1%可能需要更多的钱。虽然我们总说金钱买不来幸福，但它确实能解决大部分生活难题，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。我们努力奋斗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日子能过得舒坦一点。不，别太在意别人的看法，不是所有的人都算得上人。很多人活得很累，就是因为太在乎别人怎么看自己。大多数人的看法对你来说根本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如何看待你自己。对那些真心为你好的建议咱们可以听，对那些看你笑话打击你的人，直接无视就行，他们的嘴没那么重要。六，不为自己的梦想奋斗，就得为别人的梦想打工。人生就是一场单选题，你总得选一步，要么为了自己的目标拼搏，去创造属于你的未来，要么就只能在别人的蓝图里当一块按部就班的砖。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想要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，奋斗是唯一的选择。七，好人成佛要经历9981难，坏人成佛只需放下屠刀。这话听着有点扎心，却道出了现实的残酷。做一个好人往往意味着付出奉献，可付出久了就容易被当成理所当然。而那些习惯索取的人，只要稍微做点正常的事，就能赢得一片赞扬。所以，我们要善良，但千万别太善良，善良的没底线就容易被当成软柿子捏。八，你和流浪狗的区别，只差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。这话听着让人心酸。我们都渴望有个归宿，有个地方能安放身心。房子或许只是一个物理空间，但它承载的是心灵的安定和一份归属感。那些背井离乡四处漂泊的人，即使有瓦遮头，如果心里没有一个家的慰藉，和流浪又有什么区别呢？九，万死不辞，大概就是每天被气死10000次，但仍然不能辞职。职场上总有人抱怨发牢骚，但往往就是这群人最不会轻易走人，因为他们肩上扛着家庭，心里装着责任。上有老下有小，没有金山银山，只能把所有委屈和不满咽下去，继续努力工作。那种每天被气死10000次的坚持，是生活的重担，也是一种令人敬佩的韧性。跟你在一起苦一点无所谓，苦很多就算了。很多爱情经不起大风大浪，刚开始说同甘共苦，可能只是因为还没尝到真正的苦。一旦生活真的把你逼到绝境，你就会发现能携手共度难关的夫妻真的没几个。所以别太相信那些甜言蜜语，真正能陪你走到最后的人，是能在最苦的时候依然选择留下来的人。11，江湖险恶，不行就撤，头没那么大，就别戴那么大的帽子。别做愣头青，不是你的局就别强出头。能力不够的时候，学会及时止损，先退出来提升自己。就像创业，如果什么都没准备好，光凭一腔热血就猛冲猛打，结果往往是赔光钱还背上巨债。认清现实，量力而行，才能走得更远。12，有的人是爱你的，有的人是来给你上课的。人生路上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那些爱你的人，给你带来温暖和力量，你要感恩珍惜。而那些伤害你让你痛苦的人，其实是来给你上课的。他们让你看清人心的复杂，磨砺你的意志，让你变得更强大，更不容易被伤害。所以面对小人，远离就好，全当是一场修行。13，一直熬夜一直爽，天亮就做火葬场。我们总以为钱最重要，但没了健康，再多的钱也只是摆设。多少年轻人仗着年轻透支身体，打健康当儿戏，
可当身体亮起红灯时才追悔莫及。记住，健康的身体才是你最大的财富，它是一，而金钱地位都是后面的零，没有这个一，再多的零也毫无意义。14，忙完这一阵就可以休息了，结果还有下一阵等着你去忙。生活就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，总有忙不完的事，工作、家庭、责任，一件接着一件。我们常常想着等忙完这一阵就休息，可这一阵好像永远都过不去。但人不是机器，该休息的时候就得休息，该看看风景的时候就得停下来。劳逸结合才能让生活更有奔头，否则你的人生只会是无尽的奔波。15，人生没有彩排，每天都是现场直播。我们的人生不是演戏，不能重来也不能 NG， 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珍贵的，过去了就真的过去了。所以请珍惜当下，做好你的本分，努力活出最好的自己，别等到一切都尘埃落定，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太多。16，觉得自己了不起的人，往往是因为他的圈子实在太小了。那些总觉得自己天下第一的人，其实是因为他们所见的世界太小了，他们只在自己那个小圈子里称王称霸。一旦遇到比自己厉害的人，就选择性失明，甚至不愿承认，只会让他们原地踏步。真正厉害的人，反而更懂得谦虚和学习。17，毁灭亲情和友情最彻底的方式就是借钱。现在很多人听到借钱就色变，不是因为小气，而是因为借出去的钱往往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。更伤人的是，借钱不还的往往是那些亲近的朋友亲戚，最后钱没了，关系也断了。所以再亲近的人，谈到钱也要慎重，别用金钱去考验人性。18，跌倒了不要紧，你可以爬起来再哭。强者不是不会跌倒，他们只是在跌倒后依然能含着泪爬起来继续前行。人生总有坎坷，磕磕绊绊在所难免，允许自己哭泣，允许自己脆弱，但绝不能因此丧失前进的勇气和动力。19，什么是头头是道？估计就是头头们讲的话就是道理。这话有点讽刺，但却很现实。在这个世界上，当你成功了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别人都会觉得是真理，是至理名言。而失败者的声音，哪怕再有道理，也常常被当作放屁。所以别花时间去争辩，努力提升自己，用成就说话才是最有力的证明。20，渴望每个人都懂你，那你得活得多平凡了。这世上真正能完全懂你的人，只有你自己，哪怕是你的至交，也不可能100%了解你。如果所有人都懂你，那说明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意料之中，你的人生就少了那份独一无二的精彩。真正厉害的人从不奢望别人懂自己，他们只求自己懂自己。21，人生不妨大胆一点，反正最后都要死，你还在自卑吗？人生就那么几十年，要是都活在自卑和别人的眼光里，那这一生就白过了。无论多么辉煌的人生，最终都逃不过死亡的宿命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大胆一点，活出你自己的精彩？我们是为了自己而活，不是为了迎合别人。22，活着时要开心点，因为我们要死很久。有些人整天忧郁寡欢，活得疲惫不堪，往往是因为欲望太多。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那么多的执念和欲望，到头来又能带走什么呢？所以学会放下，知足常乐。人生除了生死，其余的都是小事。笑着面对生活，你才能活得更完整，更有意义。23，好好活下来，每天都有新打击，别指望人生一帆风顺，小挫折永远只是开胃菜，后面还会有更大的挑战等着你。如果你连小小的打击都扛不住，那后面的硬仗就没你的份了。把人生看成一场打怪升级的游戏，每一次挫折都是在为你积累经验值，让你变得更强大，去战胜后面的大力勾 SS。24，你若成功了，放屁都是香的；你若失败了，再有道理都被认为是放屁。穷在闹市无人问，富在深山有远亲。现实就是这么赤裸裸。当你成功了，你的话自带光环，充满智慧；当你失败了，哪怕你说的是金玉良言，也可能被当作废话。所以少去争辩，多去努力，用结果证明自己。25，人生无非是笑笑别人，再为别人笑笑而已。别太把别人的嘲笑当回事，因为你也在嘲笑别人，别人也一样在嘲笑你。我们人类就是这样，有点浅薄，有点可笑，想做的事就大胆去做，别人怎么笑不用理会。当你读懂了人性，这些在你意料之中的事，就再也激不起你内心的波澜了。26，穷人的绅士一文不值，富人的流氓异常迷人。这个世界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，他看重物质。一个穷人的善良深情，在某些人眼里可能一文不值，甚至显得滑稽；而一个有钱人的霸道或不羁，却可能被视作迷人。所以做好自己，别过度去讨好别人，尤其是当你穷的时候，你的好可能没人看得见。27，你超过别人一点点，别人会嫉妒你；你超过别人一大截，别人就会羡慕你。人性很有趣，一个乞丐不会嫉妒一个普通人，但他会嫉妒一个比自己好一点的乞丐。我们往往只会和身边的人比较，因为那些比你优秀太多的人早已离开了你的圈子，你只能羡慕；而那些只是比你强一点点，却还在你身边晃悠的人，就很容易招来嫉妒。28，小时候笑是心情，长大后笑是表情。小时候乐是发自内心的快乐，
纯粹又自然。可长大后，生活的压力、复杂的人际，让我们渐渐失去了那份纯粹。脸上的笑容还在，但那常常是为了应对生活，为了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它变成了面具，变成了表情。29，这个世界就是因为有你才存在，当你失去后，整个世界都会在你的意识里消失。我们所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意识的投射。当你不再存在，你的世界也就不复存在了。所以，你是你自己世界的主角，别太自卑，你才是最重要的。别人的存在只是为了让你没那么孤单。30，活着一定要保持乐观，不然这么些年你的牙都白刷了。乐观的人生是最美的风景。你愁眉苦脸给谁看呢？保持积极的心态，很多难题都能迎刃而解。你的乐观不仅能让你享受当下，也能为你点亮希望的未来。31，人活着脸皮就要厚点，这也不好意思，那你怎么好意思活着？成长路上，我们总会遇到那些脸皮薄活的憋屈的人，他们不好意思请教，工作事倍功半，不好意思拒绝，累得半死还要赴约。人生苦短，比起你自己的感受，面子真的没那么重要，它是世上最廉价的东西。也会转瞬即逝，你碍于脸面不敢争取，只会原地踏步。所以，脸皮厚一点，多为自己而活，去争取你想要的一切，这才是最大的体面。32，人没吃饱只有一个烦恼，人吃饱了就有无数烦恼。古人说，人心不足蛇吞象，烦恼千千万，大多是贪心惹的祸。得到了还想要更好的，得不到就苦苦追求，最后反而什么都没得到。这个世界美好的东西太多了，但不是每一样都属于你。真正聪明的人懂得放下，懂得满足，学会珍惜当下拥有的一切，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幸福。33，不懂得出题人意图，永远拿不到高分；不懂得客户需求，永远签得成大单；不懂得伴侣情绪，累死累活也留不住一段好关系。人际交往中，共情力是金子。如果你不懂得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，无论你付出多少努力，都无法触及对方真正的需求，这样只会让彼此疲惫。而那些有共情力的人，总能让人如沐春风。他们能提出想法，给出解决方案，让人感觉被理解、被尊重。拥有共情力，你就拥有了为人处事的大智慧。34，保持笑容，不然这些年的牙都白刷了。生活就像一面镜子，你对他笑，他也对你笑，愁眉苦脸只会让你的人生走向下坡路。还记得78岁的奈尔 ·S 叶罗森吗？他用笑容给无数人带来欢乐，可他笑容的背后却藏着丧子之痛和事业的挫折。即便如此，他依然坚持创作，笑着面对生活。人生总是苦乐参半，没人能一帆风顺，所以无论眼前的路有多黑，都别忘了保持微笑，给疲惫了自己打打气，笑着走下去，苦难才会慢慢后退。35，铁杵能磨成针，但木杵只能磨成牙签。材料不对，再努力也没用。这和我们之前说的很像。张朝阳曾说，不要过度努力，机遇和选择很多时候大于个人努力。人之所以不成功，很多时候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选择错了方向，把力气用在了错的地方。所以先认清自己的能力和特点，选对赛道再发力，你的人生之路才会越走越顺畅。36，你把别人想得太复杂，是因为你也不简单。生活中我们总爱抱怨别人思想太复杂，却很少反思自己。其实他人就是我们自己的一面镜子，你看到别人像什么，你的内心就装了什么。世界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，复杂的是我们自己的内心。心简单了，万事万物都会跟着简单起来，日子自然越过越顺。用一颗简单的心去奔赴你想要的生活吧。37，福人3年3日旺，喂狗3天3年熟。这话听着糙，却道尽了人性的凉薄。有些人你对他再好，他都觉得理所当然，甚至会为了自己的私欲反咬你一口。就像莫言得了诺贝尔奖后，他那个曾受他不少恩惠的表弟，不仅没有替他高兴，反而四处抹黑贬低他。所以，别高估人性的善，也别低估人性的恶。对不懂感恩的人好，只会伤害自己。38，闯红灯的后果，要么比别人快1分钟，要么比别人快一辈子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做任何事都别太心急。很多人一开始就想立马看到结果，不停的加速，结果反而身心俱疲，事与愿违。就像韩国插画师李延正，为了出画集拼命赶工，结果越焦急越没灵感。后来他放慢脚步，专注于创作本身，反而顺利出版了畅销书。人生是场马拉松，拼的是耐力，不是速度。慢慢来，反而比较快。39，当你经历了生老病死这些大事时，才会知道自己以前那些小忧伤根本不值一提。很多人问，人生中哪些道理越早知道越好？有个高赞回答，除了生老病死，人生里真正重要的事没几件。健康的时候，我们总把鸡毛蒜皮的小事看成天大的困难，可一旦生病，才明白那些曾让你牵肠挂肚的事都是小事，身体安康才是最重要的。身体是1，其他都是0，别等到身体垮了才后悔。从现在开始，好好爱惜自己的健康，那是你对自己最大的负责，也是对家人最好的爱。40，真理只在瞬间，没有一个永恒的真理。茨威格这句话说的太好了，世事瞬息万变，
同一件事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；同一个歪理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悟。真正聪明的人，能从这些看似歪的道理中悟出背后深刻的智慧，让自己的生活越过越有滋味。这些话意思听着有点歪，有点不那么正能量，但他们却是生活最真实的写照。愿你在这些歪理中找到属于你的智慧，活出你自己的人生。